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洪都拉斯的选举这一次确定变天了，亲台派、亲美派这次拔得了头筹，所以这代表什么？洪都拉斯跟台湾这个建交的关系或许能够再恢复。但是在这一次洪都拉斯的选举当中，出现很多让大家觉得哇，也太精彩。其中最精彩是什么？竟然在选举的过程中，他们的红国选举委员会终止计票。川普直接发文了，你今天如果敢搞黑箱的话，我要等，你会付出地狱般的严重代价。而且他最后还说了一句话：今天这个所谓的10万名红国选民的选票必须被记入，民主必须获胜。这句民主必须获胜，讲白一点，台湾也要获胜，台湾必须来获胜。在这一次，川普直接介入了洪都拉斯的选举中，完完全全在做这件事情，帮台湾把盟友给找回来。而当今天川普大动作做这么多之后，你看到一件事情，另外一方非常的生气，这一方是中国，他们也知道了这个洪都拉斯的这个亲中派没戏唱了，他们把声明发了出来。他说，中方从不干涉他国内政，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也应该得到各方的尊重。最后一句，我们希望洪都拉斯各派政治力量充分认识台湾问题。讲句白的，中国就是输不起，你还在那边喵，你就完完全全在这一次洪都拉斯选举当中完全落败了。所以施总，我终于懂一件事情。为什么川普这几周，应该说这几个月，对委内瑞拉这么的凶残？完完全全，你今天传出来，我炸。对，今天你的所有的领空上面，我全部封完之后，陆海空我随时都要打进去，所有的重兵都在这里。原来他不单单只是对委内瑞拉，他是演给或打给中南美洲的所有国家看。你今天敢偏向中国，气垮麦耶！简单来说了，他这次针对委内瑞拉，或是介入所谓的洪都拉斯的这个大选，简单一句话，就是他要把中国势力从中南美洲完全赶出去。对，谁跟这个中国好了，我就要针对你。那特别是你看委内瑞拉这一次，他现在重兵都已经来到委内瑞拉的这个门口了。中国跟俄罗斯这一次什么话都不敢讲，为什么？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做什么，因为没办法帮助委内瑞拉。这次看起来委内瑞拉倒大霉了。好，另外一个目前为止可能倒大霉的是谁？洪都拉斯现在的执政党。我们现在目前为止来说哈，洪都拉斯选票呢，开到昨天我们不是说吗？现在领先的是阿斯夫拉还有纳斯拉拉，他们2个人嘛。然后这个蒙卡达这个现在的执政党落后嘛，他们2个拿了40%嘛。目前为止，阿斯夫拉大概领先他几百票嘛，然后他是遥遥落后嘛。就开到47%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红国的这个选举委员就说：“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开票作业有一些问题，所以就停止了。你看，停止变成怎样？川普马上就警告，你看川普啊，他就这样啊。” Look like Honduras is trying to change the result of their president election。他说看起来洪都拉斯好像要改变他们的这个要做票的意思啦。对 ，If they do, they will be hell to pay。就是他们会像地狱般的必须要付出他们代价。如果他们敢的话，他都敢这样呛下，你觉得洪都拉斯敢这样做吗？吓都吓死了，赶快重新计票，来，赶快！但是目前还是没有计出来。好，那最后一句话 ，Democracy must prevail， 就是民主必须获胜。所以简单来说，我美国一定要赢啦。那美国赢下去呢，台湾嘛也赢啦，台湾就有可能重新获得另外一个盟友嘛，对。所以我就讲，这个结果其实已经很清楚了。为什么？因为根据目前为止他们的国会选举，你知道吗？他们2个的政党呢获得了80%，所以看起来他们选票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2个政党已经可以修宪了。所以看起来的话是这一次反正这次川普已经说，你只要不要投给他就好，2个我都可以接受。所以的话，事实上这次显然洪都拉斯变天之后，我们台湾有可能接下来会迎来一个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邦交国会出现。那另外一个洪都拉斯变天，还有委内瑞拉变天之后，你看我们现在呢，彭博今天不是问了我们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吗？他说台湾方面相信川普会允许他的这个我们的赖清德总统过境美国啊，所以就说你看。扫除所有的中国势力之后，那你赖清德就可以过境美国啦。你知道彭博这个出来之后，最新的消息是中国很气，当然很气啊！台湾没有外交部，因为快气炸了。因为什么？因为台湾总统本来到美国去过境，这就是一个非常让中国会跳脚的事情嘛。所以我就讲，现在这个有可能会这样。所以我在说。中南美洲的变天之后，暗示的这个川普呢，这个目前的铺排完全都成功嘛，所以川普当然很开心。或许，而且尤其我会跟他讲，我们台湾跟美国的这个贸易谈判也即将进入最后嘛。如果谈判都 OK 的时候，
当然就要让我们赖清德总统去啦。但是这时候呢，就会让中国非常跳脚的一个状况。而且中国气到怎么样？我刚刚已经讲，他根本就是输不起，因为什么？他发的这一篇稿子里面，直接一句话讲非常白。中方什么哦，就算洪都拉斯不是成为我们的友邦，我也不觉得可惜。我觉得其实中国大概已经心有所底了，大家知道说洪都拉斯大概可能会变天哈。所以你看，事实上你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洪都拉斯大使馆的一个说法哈。他说什么？中方从来不干涉他国内政，那中国的主权还有领土完整也获得各方的尊重。我们希望洪都拉斯各派政治力量充分认识台湾问题。所以等于是他在警告。他知道有些人呢，这个可能要跟台湾建交，他就讲这样子。好，不过我们就讲，事实上他们内部的这个说法就不是这样。你看，这是他们的透过一个这个凤凰卫视这样做了一个视频哈。他说他是主要请这个中国外交学院的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的这个苏浩教授，他说什么啊？反正中方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可惜的，洪都拉斯政府做好承受损失的准备就行了。反正断交是这个决定是洪都拉斯做的，也休怪中国不留情面。你塞大国家没有关系啦，没关系。可是问题是好。那你今年既然这样说，那你当初为什么花那么多力气把它挖走嘛？对，所以显见你很在意这件事，只是说现在反正输定了啊。好了，我其实也不是很在意啦。这是中国现在的外交，太好笑了吧？这就是目前为止中国的战狼外交就是这样子嘛，战输了就当成没这回事哦，反正说冰斗好，输了就冰斗这样一个状况。好，那我们讲，像这件事情来说啊，为什么 Democracy 会获胜？你看啊。连 Bloomberg 不都说吗？台湾预计在洪都拉斯选举中罕见的战胜北京嘛，就是我们有可能会逆转嘛，逆转就有可能会重新跟我们建交嘛，哈。那你看，事实上，我目前为止来说啊，这一件事情，你看不止川普发言，他们的副国务卿克里斯多夫兰道他在 X 发言。他说，美国将迅速果断的回应任何破坏洪都拉斯民主进程的完整行为。就你敢做票的话，对我绝对会对你做，我们就要处理你了。对，我们要处理你的一个状况。那我就讲嘛，目前为止来说，我就讲阿斯夫拉跟这个纳斯拉拉两个人就差515票，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在重新计票的这个状况。然后你看，他就说，你如果敢，他表态支持阿斯夫拉嘛，所以我就讲，目前为止来说，大概我觉得啦，在川普还有美国这样盯之下。我觉得洪都拉斯政府应该也不敢造假，应该就让他开票完成。开票完成来说的话，不是阿斯夫拉当选，就是纳斯拉拉当选。反正这个蒙卡达是没机会啊，他落后太多了嘛，哈。那我就讲，除了他们这一次的，他们都说要跟像纳斯拉拉跟阿斯夫拉，他们都准备要跟美国重新建立好关系。蒙卡达当然是比较轻松，这个川普绝对不爱。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跟大家讲啊，现在中南美洲呢，亲中跟亲美就是不一样立场。为什么？亲中的时候呢，他会同时挺谁？挺委内瑞拉。对，像这个蒙卡达就说啊，我挺，因为他目前现阶段的政府是卡斯楚嘛，他说我支持马杜罗，就支持委内瑞拉。然后这个蒙卡达也是一样，所以他批评美国在加勒比海的军事集结。那反过来的话，纳斯拉拉跟这个阿斯夫拉都说，哎呦，我们当选，我们跟委内瑞拉断交。然后表示不承认马杜罗跟委内瑞拉总统，所以他们立场，我就说这就是个立场问题。难怪川普这么爱他们。对呀，哦，你两个人会往下低，所以看起来的话，委内瑞拉完蛋了。就是一旦洪都拉斯翻盘的话，很多中南美洲的国家可能看了，美国这样表态，然后像他们都会怎么办？他们未来会站在美国这一边嘛？对。尤其你看这一次川普直接挺阿斯夫拉，如果阿斯夫拉当选的话，你就知道哦。美国原来在中南美洲有这么大影响力，你看哦，如果洪都拉斯已经翻了嘛，对不对？把亲中派 out 了，对。然后巴拿马，别忘了，我们之前才有做过，所有跟中国有关的河道，我全部都清理。对，巴拿马他也端走。是。结果现在，如果中南美洲的国家们又在施压委内瑞拉的话。这样中南美洲的亲中势力真的都被清光光。对啊，所以我才说嘛，川普他是有意的把这个中国势力从中南美洲弯刀的后院启容你在这边撒野，把你赶走嘛，哈。那我就讲，事实上现在委内瑞拉就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现在美国大军呢，可能已经压在委内瑞拉的这个境内。那你知道这时候呢，这个路透就有报道，然后其实呢，这个川普有这个召开这个周一的时候召开这个会议，就说我们怎么样继续跟委内瑞拉施压的一个状况，那个继续施压。好，不过你知道，事实上前几天的时候，不是马杜罗也跟川普通电话吗？这个委内瑞拉总统，然后跟这个川普通电话嘛，就人家川普讲什么？川普就跟你说，我跟你讲啊，你最好赶快离开啊，那权利都不要顾，你赶快离开啊，我会给你我会为你还有你的妻儿提供安全通道，你跟照。那前提是什么？你要立刻辞职。他就只给他下最后通牒。可是这个马杜罗还跟他讲条件，马杜罗说没有，我跟你讲，我自己
我的家人还有这个100个官员，你要获得全面特赦，然后美国要解除所有对委内瑞拉的制裁，还有撤销对他的这个国际刑事的这个诉讼，然后全球范围内享有豁免权，然后允许他，我可以放弃政治控制权，就是我不要当这个总统，但是保留就军事这个委内瑞拉武装部队的控制权，就是他还要当这个军人就对了，他当这个军委会主席的意思啦。你讲他跟他讲条件，你觉得川普会怎么说？他根本不想理他。今天是我兵临城下，对你要求也太多了吧？这个马杜罗那啰里啰嗦说了一段话之后，川普就直接 reject no， 他就说什么你要没笑行了，他还给他说你要只有1个礼拜时间，你赶快离开哦，不然的话你可以自己选择哦，不然的话你就完蛋了哈。就你看后来他就马上就说委内瑞拉所有的这个航空你就给我清空，就美军要来的意思了。就像后来马杜罗又打电话给川普啊，后来还要是跟他谈条件，就你知道吗？川普根本就没有跟他谁理你啊？对啊，所以就变成这样。你的电话我都不想接。对，所以就是他现在马杜罗只有一条路，就是你爱造，而且你要无条件的就离开。你要离开，我可以让你这个优雅的离开，从从容容的离开，你不要连滚带爬哦。我已经这样警告你了哈。然后就讲，那你想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来说，你看委内瑞拉现在上空没有任何的班机啊，完全空的。对，这边完全空。对，你看波多黎各啦、多米尼加一大堆。对，那你知道，事实上现在美军呢，这个大军压境来说，除了原本波多黎各就是这个美军的这个属地嘛，对，他现在又获得一个多米尼加。你知道多米尼加总统这几天就来到，就跟美国达成这个赫格塞斯就来到这个多米尼加，跟多米尼加说，我们现在要攻击委内瑞拉，对不对？对，你这边有机场啊，多米尼加离这边很近啊。除了我原本的波多黎各机场，说因为我们军机太多，所以我们还要这个我们多米尼加，你们再给我机场。就多米尼加说，我们2个机场让你执行所谓打击毒枭的任务所用。然后他说，我们还允许美军降落在这个地方加油，然后这个任何载具都可以用，然后使用期间到明年4月。所以等于多米尼加开放机场给美军使用。那你看，它就距离委内瑞拉这么近。所以波多黎各是一个空军基地，然后另外还有这个雷根号来了，那他委内瑞拉当然吓到完蛋了，所以他们现在所有飞机都不敢飞，不敢飞的时候，你看所有的民众现在你够啊，我没办法回国啦，所以现在没办法，所以现在川普呢，我不要跟你谈条件，反正我就是施压你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答应我，你怎么有可能是我还要答应你的条件？没有这种事情哈。所以现在对川普对这个委内瑞拉来讲的话，他们现在很惨是怎样？他们现在呢，要开始征兵嘛，对不对？那你看，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这个马杜罗现身的时候，他说什么？任何情况之下，他们都无法将我们从革命的道路拉下来。他还在洗脑，对，还是很强硬。那就说好，那这样我们要招兵买马，跟美国对抗。就照那他现在招兵，因为大家都知道。赵尔洛，我跟你说，我们现在需要兵队来打美国，你觉得有谁敢去啊？你说这个军队吗？对啊。等一下，我真的不好意思，但这个很像我邻居的感觉。对，没错，他们是军人嘛。对，也就是说，我跟你讲，真正要打仗的不敢上，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说他的肚子这么大，根本不是美军的对手，所以你看他们就征了这些人，这些人可能都是没有工作、失业的啦。然后你看这个这么胖，我们不想说不能取他的身材，但是你要打仗这个时候，你搞不好这个打仗会怎么样？大家不知道哈。那事实上就说就这样，然后你看，而且他们现在还说什么？这个军方人员看起来很紧张，他说有什么事要发生啊？我们无法控制局面啊。如果他们攻击我们，然后一切都崩溃，那军队内部大家已经人心散漫，石钟哥散乱了。你看到这个画面，这个是眼神死，对，就每个人都不太想要理他了。对，因为他们在推演，就是美军来之后怎么办？他说他们已经士气低落嘛，对。好，那为什么士气低落？正好我跟你讲，第一个，你当然打不赢美军，这是一定的嘛，所以他们讲一定死哈。另外是什么？因为这几年的时候，马杜罗一样，他跟习近平一样，他对他自己没有信心，所以他也在军中安插一大堆人，对，所以军队力量里面也是人心散乱，然后你看忠诚度很低，然后缺乏训练，然后而且他们的钱很低，让他们基层的士兵一个月月薪只有$100。折合新台币是3100，然后只有达到一般家庭的这个开销的20%，所以就说了，他们现在已经出现很多逃兵了啊，还有逃兵，对，不想作战，一个月只给人家3000多块。我跟你讲，要是美军真的压进台湾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台湾的军人可能大家也是人心散，我觉得
美军实在太强了，没办法了，对不对？好，没有，我们台湾或许能够跟委内瑞拉不一样哈。那我们讲，事实上现在整个这个状况来说的话，你看，因为人心散漫，所以呢，他们现在这个军队啦，什么都进去在中心。为什么这样子？对，因为现在委内瑞拉人民也想要推翻马杜罗。马杜罗，你看他之前是做票，所以川普不能够让这个委内瑞拉事情发生在洪都拉斯。就你看，他们去上街镇压这些民众。对，赵好，你看6·4天安门的事件，他讲，开着这个军车就是压过人他过去就是这样子去压人的，这方面过去这样子的。是啊，你就说这很夸张，对不对？你看，还真的有人被他压到了，他们就这样。所以他们现在去年的时候，就是大家已经很多人有怒了，2400人被逮捕。当时大家生气，你看这一次我就讲，这次他们现在更紧张，军人搞不好也要上街头，为什么？因为搞不好接下来马杜罗也会爆发类似这样的事情啊。好。我就说，没有人愿意为马杜罗作战，所以现在整个军人也是军心涣散的一个状况。好了，我跟他讲啊，中国其实早就已经闻到味道不对。你看，今年1月17号的时候，当时委内瑞拉是重要节日哦，他们举行他们空军成立的105周年的这个纪念活动哦。那照理说，中国都一直说你委内瑞拉是我们的好妈鸡，我们铁兄弟。那照理说，你应该很多中国民众、中国的官员去，没有，中国只有2个人去，一个是驻委内瑞拉大使这个蓝虎。还有另外一个是国防武官张大直，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大部分人都能闪的就闪了，都跑光了。对啊，那他还就会干什么？美军都要打过来了，你当然要赶快跑哈。那我就讲，事实上马杜罗已经在对中国提出这个请求，为什么？你看10月25号的时候，马杜罗在一个军事会议上面讲话，然后就秀出他手中一把剑。这个剑，你看他说什么？这个剑是什么？我们这个独立英雄西蒙波利瓦尔的秘鲁之剑，就耍出来，这就是他们的国家的最高的这个指挥的这个剑。好，那为什么这个很有意义吗？那马杜罗当年的时候，把这个剑波利瓦尔剑这个是复制品给了习近平，所以这是什么意思？最高荣誉啦，我好理解，我国家开国英雄的剑，2014年真的都有给习近平复制的剑给你，那什么意思？就是必要的时候你也要有拔刀啊，所以你看他这是个讯号，当然讯号。你看他这次拔刀就是说，兄弟，我被整啊，有这个剑的兄弟听我的召唤。所以呢，这个习近平会不会拔这个刀？当然不会，他在逼习近平，他又不是过来帮我，他又不是笨蛋。所以你看现在，你看中俄为什么在委内瑞拉跟川普的冲突中间做壁上观？你看这《华尔街日报》就这样报道啊。为什么这样报道？因为第一个啦，委内瑞拉其实距中国跟俄罗斯太远了嘛，他们军事实力根本没办法抵达这个地方。再来就是说，你看中国也想，我在委内瑞拉投资这么多，我会不会打水漂？真的会。你看，这是他们的这个曾经是委内瑞拉部长的这个委内瑞拉政府的这个能源部副部长，他说，如果马杜罗倒台，中国可能蒙受损失，因为继任者可能会优先考虑跟美国的关系啊。对，所以一旦马杜罗 out 的时候，中国在这个委内瑞拉所有投资完全打水漂。而且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们就说嘛，委内瑞拉这几年跟这个俄罗斯、中国、古巴还有伊朗，他们不是都说什么？我们是反美阵线吗？但为什么目前为止来说，这些反美阵线没有办法提供什么？我跟他讲，这个本来就是伊朗之前是被轰炸，对，中国跟俄罗斯有讲什么？没有讲什么。那人家这一次什么？他说，事实证明。需要的时候他有点空洞，为什么有点空洞呢？你知道这几天的时候，他们的朋友跟他说什么？尼加拉瓜也是挺委内瑞拉，尼加拉瓜总统跟他说：“艰难岁月，这个坎坷征途，危机四伏的十字路口，一处闪耀的这位战士的一处闪耀的这位战士能善战能赢的精神之光。”等一下，人家生日，你好歹要拿一些什么吧？没有，你讲那什么东西？对啊，他就讲你是一个战士，善战能赢的精神之光。对啊，我都要死了。对，所以我就跟你说，这就是他的鼓舞，就是说，我们现在听他第一场哦。我没办法帮助你，但是我给你鼓舞，你是能战善战的这个将士啊！要是你赶快去，如果真的打一打，看你会怎么样。好，所以我跟他讲，目前为止对委内瑞拉相当尴尬。尤其是我不是说嘛，美军已经大军压境了。你看美国现在，你看多明尼加的2个基地，然后这个波多黎各，然后他们的福特号什么一大堆了。你看这边现在很多美国飞机在飞来飞去啊，它已经进到这里来。对，我们看到这边一台，对，这边还有一台，对，有没有？这2台，这边委内瑞拉，对，已经在旁边了，如入无人之境。然后委内瑞拉拿他没办法。你看这个 B-52、F-18还有 E-2的这个侦察机都来了。好，那我们讲，那美国是现在怎样？他们现在在你看这个南方之盾的行动嘛，它在里面来说，你看这个航线上面，哇，这个含金量很高。照人家这上面有飞机什么？有 F-35、AB， 还有这个 MC-130。好，那我们讲，他们还特别展示一个什么？
我们知道 F-35B 就是这种短程跑道，它是在这个所谓甲板上面，在航空母舰上面的短程跑道，它还特地你看故意用我不要在这个航空母舰上，我在路上飞给你看，很短程的，你看马上喷火之后，你看它上面的引擎打开之后，马上就往上冲，就飞起来了。它就为什么在这个地方飞呢？因为这个波多黎各很多这个飞机跑道比较短，他就说你看我在短程起飞几百公尺以上飞得起来，他就是要跟你呛虾啦。他在秀他的肌肉。对，他就说我在很烂的战场、很烂的这个机场，我也可以起飞，对，打击你不是问题啦。他为什么故意在机场给你拍？就是跟你讲，我现在虎林机动被对付你的，我都 stand by 咯，你要想想哦。对，然后飞机都在这边哦，你要给我想清楚哦。马杜洛，你最好赶快，如我所说，1个礼拜内让你跑哦。如果你不跑的话，那我就试试看，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所以讲，美国态度很清楚嘛，反正对于中南美洲所有的亲中势力，他绝对是围剿到底，你全部给我滚出中南美洲。小勇哥，这画面是什么？大家都说中国人都说什么？他们自己护照的含金量非常高，结果没有想要去非洲，这是中国人自己拍的哦。到了机场，他们竟然被这个海关人员、相关人员欺负了。他们说什么？你们专门找我中国的麻烦，真的现在差那么多了，大家都看不起中国了吗？这个问题很有趣，很严重，因为中国是自称是大国，对，结果他居然被落后的非洲国家去欺负。他们被当作肥羊，中国游客被当作肥羊。对，那么这里问题一个含义是，全球南方国家，他们是全球南方国家，然后呢，他们开始脱中，独挑中国游客来刁难嘛。对，所以这个很明显歧视的。坦白讲，照理说不应该搞歧视的哈，但是他们就偏偏针对中国来搞歧视。然后呢，这里面刚刚提到委内瑞拉的问题，可能还有其他中亚国家。我们先讲哈。芬太尼进入美国的一个通路就是委内瑞拉，对，所以你看美国调大海军来针对委内瑞拉，除了要改变委内瑞拉的亲中路线这种政治以外，其实对于芬太尼毒品进入美国的这个通路，川普下重手，对，然后才去跟习近平会面的时候跟他讲，芬太尼毒品你要管不管呢？你不管我就直接动手。所以这里有很复杂的那个国际政治含义。那么接下来看中亚国家，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也是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危机。所以今天除了非洲想要跟中国来做切割之外，连中亚这个地方也开始，原本跟中国是很好的哦，结果最近一连串的事情让我们觉得很奇怪。包括你今天看到了吉尔吉斯他逮了中国籍的金矿公司的执行长之外，再来11月28号。塔吉克武装袭击事件，中国公民3死1伤。接着什么？11月30号，当中国外交部都已经抗议这件事情喽。塔吉克事件又再杀了2个中国人。对，中亚国家看地图这里是新疆出来，那个不管要往南边的伊朗走，还是要往北边到那个乌克兰那边去，这个中亚5国都是一带一路的起点。对。然后呢，现在这5国联合起来有状况了。这几个国家的这个，涉及事件的话，针对的是中国游客。这里面还联系到在旁边的那个巴基斯坦，巴基斯坦那边也有中国游客被枪杀还是被被修理了哈。对，反正这几个地方都出现对中国游客的不利的局面。那么这里面放大来看是这样，你看到旁边的那个。中亚5国在11月6号到白宫去正式那个拜访川普，然后呢会谈签协议，尤其是跟矿产的协议。而当初那个中方在对美方祭出全球性的稀土出口管制、长臂管辖，然后中亚这5国跑去跟美国说，我们愿意在矿产上跟你合作，提供稀土来源，这是跟中共对着干呢。对，中共在对美国下重手的时候，这些中亚5国不给中共脸色，跑去跟美国说：“我站在你这边，我帮你忙。”这样子。所以第一个，他们旁边是中国跟俄国，他们现在无视于中国跟俄国而投向美国，这已经是第一点。第二个，帮美国缓解稀土危机。第三点，这些国家全部是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的会员国。对。然后呢，现在这样做等同于架空了上合组织。然后再来“一带一路”的起点嘛。然后“一带一路”等于也被架空然后呢，现在我们看出来这些国家如果对中方不利的话，或者态度有所转变的话，会增加中国的西部战区的分量，它的负担会加重。
中国的那个军事力量的资源分配的话，就不能全部集中在东部对对付台湾，而必须挪一些到西部来。对，而且现在阿富汗那边原来有一个那个美军基地、空军基地啊，然后这个空军基地离新疆的核子基地只有1个小时的飞行距离。那现在阿富汗要把这个机场交还美国，所以这个的话也是中亚这边的一个重要局势转变。那这样子的话，会让中方不得不把更多军事资源拨到西部战区来，也等同于减轻东部战区这边台湾承受的那个压力啊。再来的话，这个原来经营“一带一路”的重点是从伊朗陆地上经过管线取得能源供应，对，应付战时的需要。现在的话，中亚5国这一搞的话，“一带一路”的最原始的这个目的，整个崩塌就断了。对，所以呢，这里有一个心理因素，就是中亚国家觉得中国的一带一路说到底是一个债务陷阱，没有实际效益，反而背上债务。然后呢，觉得被中国控制，被中国利用，所以呢，有一种民族主义情绪的逆反心理，也就是说，他们觉得尊严上受到损失。现在对中国来讲，算是有怨气啊，也有歧视，都有。那不管你说合理不合理，这些局面转变对中国的外交全球一盘棋来说是严重的挫败。对，所以瑞德哥，我们这样一路看下来，中国现在已经被全世界看破了手脚，尤其什么，不单单只是全世界哦，在国内也是。你看到香港，我们一直谈很多天了，世纪大火这些案子，为什么会搞成这么糟？你看到这个人，你就会知道，香港的特首李家超，哇，今天又再次然后开了记者会说明，结果有记者去问他说，今天火烧成这个样子，你还有什么样的值得继续待在这个位置上吗？结果李家超回什么？来，这句话你要看好，他说各个城市都会发生火灾。我心里想，现在这个港府，现在这个人，也未免也太冷血了吧？那么法新社的记者呢？那么为什么这样问呢？是因为李家超啊，香港特首李家超啊。那么之前在一场记者会里面呢，才讲说香港由乱到治，由治及兴。那么所以呢，是这个等于说是这个等于说，那么香港已经走向了相关的进步。就没想到发生了这个，目前为止已经156个人死亡，那么有30多个人失踪啊，那么还有这么多的2000多户家破人亡啊。那么这法新社记者就问他说：“你不是说已经由乱到治？”由治及兴吗？那你现在造成这么大的一个伤亡事件等等啊，那你为什么还值得继续留任？这个是非常非常严厉的一个等于说指控，直接这样指控他。不过李家超脸皮也够厚的，对，他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没有发生火警那但是呢，他会想尽办法，然后预防这个事情再发生。废话。世界上也没有一个那个整个城市会发生类似这样子，太离谱了嘛！8栋大楼有7栋烧成这个样子，不可思议啊！那这个呢，事实上是100%的人祸。对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大楼能够燃烧成这样的。那么在这样燃烧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一开始香港这特区政府还在那边讲说这个都是合格的。外面呢，这个所谓的棚网，因为有几个东西被指责说是这次大火嘛，对，包括这个竹子所做的这个棚架，还有这个所谓的棚网。棚网就是外面看到的那个一层一层绿色的相关那个网子嘛，主角网嘛。然后呢，还有发炮这个发炮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保利龙等等嘛。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香港特区政府他们还说全部合格，那么符合这个所谓的阻拦的效果结果现在冰靠冰为什么呢？他们说那是在还没有燃烧的地下室，他们所这个地下室相关的这个没有燃烧的这个楼层呢，所采集的是合格的。对，结果现在发现，你根本就是被这些所谓的奸商所欺骗了。为什么呢？奸商在你消防队员跟消防安检所可以到的地方，外表的这些东西是合格的，对，它有阻拦的效果，但是在消防队员不会去检查的地方，全部都把这个现合格的跟不合格的融在一起。那么赵伟，你知道可以这样搞，造成2000多户的这个人家破人亡，这么大156个人死亡，那30几个人大概也凶多吉少，这么重大的一个伤亡事件，你知道为什么要偷工减料，然后省了多少钱吗？台币40万，为了节省台币40万，只为了40万，就为了台币40万。然后呢，总共2300多份不合格的这个所谓的棚网，然后跟115，后来追加了115卷总共
2400多卷这样而已啊，只省了台币40几万，付出这么大的一个伤害，这么多的人命啊，你知道吗？不可思议啊！而且呢，事实上这也不是香港那么这个第一起的问题，今年到现在有9起了。都是从外面的相关的这个棚网呢、棚架呢烧起来的嘛，只是没有像这次烧的那么大。好，那么这几天呢，进去里面搜寻了以后呢，发生今天有这个包括港府的高层官员都哭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去这个要一户一户去找这个遗体嘛，就找到了要遗体以后，不可思议，为什么？因为消防队员认不出来说这到底是不是遗体？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遗体已经烧成像灰烬一样，这我可以证实。对，因为我39年前跑新闻的时候呢，也发生过，也看过这样的现场。对，就那种大火，那个瞬间超过1000度以上高温呐，那个叫做碳化。碳化了以后，我跟你讲哦，我看过车子跟人啊这样子整个烧起来了。结果我在命案现场的时候呢，我看不出来到底哪个是这个车子的这个所谓的相关的金属结构，哪个是人的骨头啊？因为已经烧成碳化了，已经烧成那个了嘛。那这次很多的这个情况也是烧成这个样子啊。所以呢，那么消防队员进到里面去说啊，那里面烧到了多严重，连家具、家电都被烧光，全部烧的全部都已经几乎已经蒸发了，所以那个瞬间的温度非常大到超过你的想象之外啊。然后包括那么现在目前为止啊，有一个看了以后让人家很心酸的一个画面，为什么呢？有一个外佣啊，对，我们旁边看那个外佣，他被受困里面，他没有自己逃啊，因为他要照顾他的雇主嘛，对，那雇主本身没有办法移动嘛，他当下还拍了这个片子。他还拍这是他拍的哦，对，还传给了在外面的另外的这个等于说Madam 哦，然后呢传给他看哦，说我现在里面呢都是污啊，都是烟啊，都干嘛？但是我现在顾着这个雇主，对不对？他没有逃啊，他没有把这个雇主放弃，然后自己逃命去，你知道吗？他还在陪他，忠心耿耿，最后他跟雇主都死亡，你知道吗？那看了以后，让人家觉得这最后的这个影像，最后的这个遗言啊，最后的让人看得很难过。那么事实上呢，除此之外，这个相关的惨案让人家想起了15年前，2010年在上海有一个静安高层的这个住宅大火呢，也是一样。对，它从外墙往里面烧了以后呢，它从10楼开始烧，10楼开始烧了以后呢，也是因为那么这个外墙都是用这些易燃的物质啊，结果就一层一层的往上烧了以后呢，直接从10楼烧到28楼啊。就像烟囱效应一样，那个火星一直往上烧，一直往上烧，最后造成58个人死亡，那整个大楼全部变废墟嘛，没有拆耶。这15年来，这个所谓的静安鬼宅，对不对哦？还继续留在那个地方。你看当地人怎么样形容？我们看到他说什么？上海8星凶宅，没有错，拆都没有拆，都没有拆。那当时没有拆，有很多人研判说，为什么不拆？有人说什么拆了以后呢？可能拆除了以后，因为地基啦，因为什么承重压力等等，会造成其他的隔壁栋的，那么是不是会有危险就对了？但问题不管什么原因啦，你没有拆了以后，你又造成58个人死亡。我讲坦白，有人敢进去住吗？那没有人敢进去住，变成废墟了嘛？15年来，它就变成一栋废墟，立在那个地方。他们就讲说，这是最高级的墓碑啊！而且它最可怕的是什么？它真的是把所有的窗户锁门用水泥全部堵起来，没有错。那是什么荒谬的想法？我问大家嘛，现在鸿福苑2000多户啊，现在变成这样，那么死了这么多人，造成这么大的悲剧，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大火会影响它的安全结构。对，那么我请问你，大火会影响安全结构，不是说烧一烧没事了，好重新粉刷整理以后，就算烧死这么多人啊，就算是凶宅，我们再搬进去住，不是这个样子的。它里面的结构，大火会让里面的钢筋，会让里面的水泥都受到破坏。那到时候请问，这七栋楼总共2000多户，那到时候怎么办？会不会又变成了香港鬼楼呢？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